Welcome to 學街道，多謝收睇我哋湯圓爸媽的日本記錄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我係湯圓爸。哇，大家睇我呢一身嘅裝束，睇我身後呢個哇白雪紛飛嘅地方，就知我哋而家嚟咗滑雪啦。咁冬季嚟到北海道嘅朋友們，好多時都係為咗睇下雪景，或者參加呢個雪祭啦。咁亦都會有好多朋友呢過到嚟北海道係為咗滑雪嘅。咁北海道就坐擁全日本最多嘅滑雪場，而且北海道嘅滑雪場規模亦都係最大嘅級數。仲有北海道嘅冬天，仲有被譽為雪質最靚嘅 Powder Snow 粉雪啊！咁好多中意滑雪或者滑雪發燒友呢，冬季都會特登嚟到北海道滑雪嘅。咁相信好多朋友都會有疑問啊！如果我係一個未接觸過滑雪嘅初學者，咁究竟第一次嚟滑雪之前有啲咩要準備？而究竟要去邊一個滑雪場比較好？好，咁今日湯圓爸我呢，就會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滑雪前要準備嘅嘢同埋注意事項，仲會介紹3個喺札幌附近嘅大型滑雪場。好，咁就事不宜遲啦，我哋今集要即刻開始啦！即刻去片 ，Let's go！如果你仲未訂閱我哋頻道嘅話呢，就快啲訂閱返啦！仲有唔記得 follow 我哋 Instagram 同埋 Facebook 啊！首先，我哋先講下去滑雪前要準備啲乜嘢先啦。第一樣就係最基本嘅雪褸同雪褲啦。雪褸雪褲同一般厚身風褸或者羽絨係有少少唔同嘅。雪褸雪褲表面係特別加強咗防水同滲水功能嘅，因為滑雪嗰陣時咧就一定會有啲雪濺到身上面啦。滲水功能強嘅雪褸同雪褲可以防止水分滲入衣服裏邊，避免令體溫流失。而雪褸雪褲喺保暖同散熱功能方面都同一般嘅衣服唔同噶，因為滑雪都係運動嘅一種，身體咧就喺不斷喐動之下咧，體溫亦會升高嘅。一件功能好嘅雪褸，除咗可以喺雪上面保暖之外，亦有助散熱，保持適當嘅體溫。所以滑雪專用嘅雪褸同雪褲咧，就絕對係一個必需品嚟嘅。第二樣就係配件類啦，配件咧就主要分為4種類：手套、護目鏡、冷帽、頸套。呢4樣都係缺一不可，而理由咧我就會逐一解釋嘅。手套同冷帽都係保暖嘅裝備之一。滑雪場一般都係建於山區同埋標高相對較高嘅地方，氣溫咧就比市區要更加凍，而且風勢亦都比較強。喺寒冷嘅環境之下，盡可能嘅情況之下咧，都唔應該露出身體嘅任何部分，所以咧亦都包括手部同埋頭頂啦。所以手套咧同冷帽都係必須嘅裝備之一嚟嘅。至於護目鏡嘅用途咧，當然就係在於保護雙眼啦。因為滑雪場上布滿白雪，而太陽嘅紫外線咧就會喺白色嘅雪上面作出反射。如果冇護目鏡，就間接等於長時間直視呢啲紫外線啊。咁雙眼咧就會非常之容易疲勞啦。而且山上面不時都會颳起大風雪，護目鏡咧就可以避免風雪直接吹入眼內，保護雙眼同埋視野嘅。最後就係頸套啦，呢個咧其實好多人都會忽略咗噶，認為雪褸拉埋拉鏈之後 cover 咗條頸就 OK， 但其實頸套嘅用處除咗頸部嘅保暖之外，佢最大嘅用途係蓋住自己嘅口鼻，因為滑雪場嘅氣溫就非常之凍啦。如果冇頸套蓋住口鼻嚟呼吸嘅話，呼吸嗰陣時咧就會直接吸入呢啲冷空氣。咁鼻腔裏邊咧就會因為溫差太大而容易流鼻水啦，抵抗力弱啲嘅話更加會容易感冒，所以咧可以拉上蓋住口鼻嘅頸套咧都係必須嘅配件之一嚟噶。另外，其實仲有一樣配件，我個人都非常之建議噶，佢就係頭盔啦。因為滑雪都可以話係一種高危嘅運動，初學者會跣低跌倒係經常發生嘅事嚟嘅。雖然話跌咧都係跌響啲雪上面啦，
但其實滑雪場都會因為壓雪同埋氣溫變化等等啦，出現一啲好硬嘅雪同埋冰，而且亦有機會失速撞到啲樹啊同埋其他人嘅，所以頭部嘅安全咧係非常之緊要㗎。如果滑雪場有提供頭盔租借嘅話，我都非常之建議初學者咧最好都同時間一齊租埋。最後就係主要嘅滑雪裝備 main gear 啦。如果係玩單板 snowboard 嘅話，主要裝備就係 snowboard 單板滑雪板同埋 snowboard boots 單板滑雪鞋。咁而玩雙板 skiing 嘅話咧，主要嘅裝備就係 ski 嘅滑雪板啦、ski boots 滑雪鞋啦，同埋 poles 滑雪棍。咁主裝備基本上咧就喺大部分嘅滑雪場都可以直場租得到嘅。咁初學者我建議直接去到滑雪場裏邊租借就 OK 噶啦。至於雪褸、雪褲同上述講過嘅配件嘅租借方面呢，就因應滑雪場而異。大型嘅滑雪場一般都有提供雪褸同雪褲嘅租借服務。稍後介紹嘅3個大型滑雪場都有提供租借嘅。咁一陣間咧就會再詳細作出介紹。但喺配件方面咧，因為衛生問題啦，就唔係個個滑雪場咧都有提供租借服務嘅。但大型滑雪場嘅話咧，就算冇得租啊，都可以即時買得到。咁當然，如果可以自己喺出發之前先準備好嘅話，咁無論喺選擇上啦，同埋價錢上，都應該會比喺滑雪場裏邊買咧就要更加優勝一啲嘅。至於租借用具方面呢，咁其實各個滑雪場嘅程序都係大同小異，可以預先喺網上面 book 咗先啦，或者即場填紙仔直接租借。咁今次呢，我就用手到滑雪場嘅租借單嚟做說明啦。首先要填寫嘅就係租借嘅時間啦。如果淨係打算租1日嘅話，利用日同埋返卻日咧都填翻同一個日期就 OK 噶啦。之後再填國籍、姓名、年齡、地址同埋電話等等嘅個人資料。地址咧就可以直接填寫酒店名啦，電話咧就填寫翻自己嘅手機號碼。中間呢個部分咧就係選擇需要租借嘅裝備。如果大家係兩手揈揈咁去滑雪嘅話，咁可以揀1 ski 或者5 snowboard， 連埋雪衫褲嘅 full set， 之後再揀20嘅配件 set， 加埋21嘅頭盔。咁如果自己有部分嘅裝備嘅話呢，亦可以根據自己嘅需要而獨立翻租借相對嘅用品嘅。最後要填嘅就係配對適當裝備俾大家嗰陣時會用到嘅身體資料。咁寫翻租用人嘅姓名、年齡同身高啦。如果租 ski 雙板嘅話，就要寫埋體重，之後再填翻幾號鞋。租隻 snowboard 嘅話，就要揀 stance， 即係咧邊隻腳放喺前面。一般嘅情況之下咧，大部分嘅玩家咧都係選擇左腳放前嘅。如果唔清楚用邊隻腳做前腳嘅話，就可以即場同職員查詢，咁佢哋咧會教你點樣分得到正確嘅方向嘅。咁寫好晒之後就交翻俾職員啦，俾錢就可以即時領取裝備噶啦。睇到嚟呢度，大家都應該好想知道究竟湯圓爸會唔會喺度教大家滑下雪呢？咁其實我都思考咗呢個問題一段時間嘅。咁最後呢，我都係決定暫時唔用影片嘅方式嚟教大家。因為我自己嘅個人經驗啦，睇片真係未必可以學得識。如果真係未試過滑雪嘅朋友呢，我非常之建議大家請教練學咗1日先，因為教練呢會用最直接最快嘅方法教曉大家基本功，咁呢就會令到大家最能把握時間同 enjoy 滑雪嘅方式啊。如果係自學嘅話呢，好多時呢就響將啲裝備拎上拎落啊，同埋揾地方練習嗰陣時呢，都已經用晒啲體力同時間噶啦。所以呢，大家最好都係去滑雪之前呢就 book 定教練，或者呢就去翻啲大型滑雪場嘅網站呢度報名參加課堂。教練嘅話，我個人建議最好梗係揾翻中文教練啦。咁冇嘅話，滑雪場學校有時都會有英文教練嘅。如果都係 book 唔到嘅話，我覺得上日文嘅教學呢
都會好過自學嘅。其實都係跟住教練嘅動作同指示做啦。咁我個人嘅經驗就係，只要一掌握到呢個技巧，就好容易會上到手噶啦。搞掂晒裝備，又揾好咗教練啦。咁最後就梗係決定去邊個滑雪場啦。湯圓巴我自己就揀咗以下呢3個滑雪場嘅。第一 Kiroro Snowwell， 第二 Teine 札幌首道滑雪場，第三 Kokusai 札幌國際滑雪場。相信有人會問，點解會冇二世谷、留壽都、富良野嘅？當然，成個北海道仲有好多滑雪場可供選擇，但係以離市中心嘅距離、混雜程度同埋初學者嘅支援等等嚟睇嘅話，第一次接觸滑雪，我個人呢就覺得呢3個滑雪場呢就會貼地啲嘅。而呢3個滑雪場算係響札幌附近3個比較大型嘅滑雪場。咁如果要揀，咁又究竟要揀邊個好呢？咁而家呢就即刻同大家分析一下啦。首先講講距離方面啦，最近札幌嘅就會係首道，市中心出發約40分鐘車程。之後就係國際，市中心出發呢就約60分鐘車程。最遠嘅就係 Kiroro 啦，市中心出發呢就要約80分鐘車程。首道響距離上面就非常之有優勢嘅，而3個滑雪場都有巴士響 JR 札幌站出發，直接前往目的地嘅班次呢就可以參考翻以下嘅網站。之後就講下雪質方面啦。淨計呢3個滑雪場雖然都係標榜粉雪 powder snow 啦，但我個人覺得呢都係有少少差別嘅。Kiroro 呢就係最好嘅。啲雪真係滑捋捋噶，之後就係國際啦，最後呢就係首道。其實首道啲雪質都唔差嘅，但呢就可能因為標高問題，容易受到天氣因素影響，所以呢首道啲雪質呢就會係時好時壞嘅。之後就教大家睇重點啦，就係針對初學者嘅滑道選擇同埋難度。基本上咧，每一個雪場都會有一張咁嘅 course map 雪道地圖。咁我就先以首道嘅 course map 嚟做解說啦。course map 咧就會顯示滑雪者各個階段嘅建議路線。第一次滑雪嘅大家，原則上只要睇綠色就可以啦。綠色都係初學者用嘅初級路線，但係就算初級者嘅路線都好，都有翻唔同嘅級數噶。如果以為第一次滑就可以全部綠色都可以 handle 到，呢一個諗法咧係100% 錯誤嘅。咁好似呢個 map 咁啦，有咁多條綠色路線，咁我哋又應該點揀啊？呢個時候我哋就要拉落少少，睇埋每條 course 嘅詳細，就係長度、最大斜度同埋平均斜度啦。首先長度就同滑得爽唔爽快就有好大嘅關聯啦。簡單啲嚟講，條滑道梗係越長就越好玩啦。太短嘅滑道可能10幾秒咧就已經滑到底啦，又要再排隊上 lift 再滑過，咁啊未必夠過癮啦。所以我自己咧就會係有長咧就揀長嘅嚟滑嘅。咁之後咧就到斜度啦，呢點係絕對會影響大家嘅滑雪體驗嘅最重要一點嚟嘅。對於初學者嚟講，斜度越低，基本上難易度就會越低啦，因為斜度低，滑落嘅速度咧亦會相對較慢。咁斜度越高，速度就會越快啦，咁亦都會難以控制嘅。咁所以初學者咧，盡量應該先揀低斜度嘅雪道嚟練習。咁講咗咁耐，咁究竟邊個斜度先至啱初學者啊？咁其實呢一點咧又好難一概而論嘅。咁但係以我個人嘅經驗嚟講啦，頭嗰幾次滑雪咧，都盡量揀平均斜度係單位數，同埋最大斜度係10度前後左右嘅 course 嚟練咧，就會比較好啲嘅。首道嘅話就會係 Rainbow Course 啦，Kiroro嘅話就會係 Gateway Course 或者 Family Course， 國際嘅話就會係林間 Course 同埋 Meadowhand Course。但係大家都唔好太依賴數字上面嘅數據，
實際上咧都要自己體驗過滑過一次，先會知道自己可以應付到邊一個程度嘅滑度。所以咧就會衍生咗下一點我要說明嘅可以選擇嘅滑度數目啦。今次 pick up 呢3個滑雪場，先唔計佢哋嘅中高級 course， 淨係計算佢哋嘅初級 course 嘅數目。咁 Kiroro 咧總共就有8條 course， 手道咧總共有7條。而國際咧總共就得2條嘅啫。Kiroro 同手道咧就算係不相伯仲，相比起嚟，國際嘅滑道數目就比較少啦。雖然滑道選擇比較少啦，咁但係佢哋嘅纜車費咧就相對平啲嘅。如果以 High Season 一日無限次乘搭嘅1日券嚟計，國際只需要5000 yen， 而手道咧就要6900 yen。Kiroro 咧就要7400 yen 嘅，咁纜車票嘅價錢都係一個考慮嘅因素嚟㗎。最後要講下嘅就係滑雪場裏邊餐廳嘅質素啦。基本上去得滑雪嘅話，都會預咗喺滑雪場留足一日，咁午餐就梗係要諗方法解決啦。食堂亦都係每個滑雪場嘅基本配置嚟嘅。至於喺數目方面，Kiroro 唔計佢哋嘅 Premium Lounge， 總共咧就有6間餐廳，手道咧就只係得4間，而3個之中規模最細嘅國際居然就有6間餐廳嘅。雖然湯圓巴咧就未食過晒3個滑雪場裏邊嘅全部餐廳啦，咁但係咧就以日本嘅朋友啦同埋自己食過嘅經驗，咁一致咧都贊同國際嘅食堂咧喺3個滑雪場之中係最好嘅。咁 Kiroro 咧就會緊接其後排第2。咁而手道咧我就覺得選擇少啲啦，同埋味道咧都係普普通通嘅。綜合咗以上幾點，其實咧就各個滑雪場都各有千秋嘅。可以嘅話，梗係想去晒咁多個滑雪場試晒唔同嘅滑度啦。但係咧就可惜時間有限，只能夠3選1嘅話咧，咁我自己就會首選咧就係 Kiroro 嘅。首先 Kiroro 嘅雪質真係喺3個滑雪場之中係最好嘅。咁好多人嚟到北海道滑雪啊，都係想體驗下粉雪嘅感覺。咁當然就要揀一個雪質靚嘅滑雪場啦。咁之後就喺滑度嘅選擇上，其實手道咧就同 Kiroro 都係平分秋色嘅。咁硬係要揀嘅話，咁個人咧就會覺得手道咧就略為優勝，因為手道嘅滑度咧就可以俾人 step by step 咁練習啊。如果考慮連續滑好幾日，打算儲下經驗嘅話，咁手道咧的確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嚟嘅。咁但係因為餐廳嘅質素啦，再加埋呢個雪質問題啦，而且再加上係第一次接觸滑雪嘅話咧，咁最後咧我都係會建議翻大家係選擇翻 Kiroro 嘅。咁今集嘅滑雪準備教學同埋滑雪場嘅選擇嘅介紹就到此為止啦。如果中意我哋呢條片嘅，希望大家俾個 like 支持我哋啊！如果對我哋嘅影片或者頻道有任何嘅意見，或者有想我哋介紹嘅地方嘅話，都非常之歡迎大家留言俾我哋噶。如果想睇更加多北海道同埋日本其他地區嘅旅遊資訊，咁就唔好唔記得訂閱翻我哋湯圓爸媽的日本記錄啦。Thank you，多謝晒大家，下集再見，拜拜。